中国籍巴士司机在新加坡罢工，引发轩然大波。如何保障中国劳工在海外合法权益，值得多方反思。大家好，欢迎收看联播四川。近期，中国籍巴士司机在新加坡罢工一事被世界多国媒体关注，也引发了网民就如何保障中国劳工在海外合法权益、新加坡是否歧视中国劳工等话题的讨论。作为26年来发生在新加坡的首次罢工事件，这起劳资纠纷说明了什么？又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反思呢？由于不满薪酬待遇，新加坡 SMRT 集团的102名中国籍巴士司机于11月26号集体请病假，到了27号，仍有67名司机继续罢工，直到28号，大部分司机才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这场罢工风波以29人被遣送回国收场，5人被控非法罢工。被控的5人中，1人被判坐牢6周，其余4人面临共谋教唆巴士司机参与非法罢工控状，仍在接受审讯。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将被罚款2000新元，折合人民币10224元，或坐牢12个月以下，或者两者兼施。这4人目前在一些 SMRT 新加坡籍同事等热心人士的帮助下，以共计5万新元，约合人民币25.6万元保释在外。其中，中国籍司机何军令还面临另一条控状，即在百度贴吧发帖煽动司机非法罢工。根据新加坡法律，基础服务从业者如果未能在14天之前通知有关部门而擅自罢工，便是非法罢工。参与罢工的中国籍司机表示，之前曾经多次尝试向上级反映自己对薪金的不满，却迟迟不见管理层有任何行动。他们还抱怨住宿环境欠佳、有臭虫等卫生问题。指早班和晚班的同事被安排同住一室，作息时间不同，让他们无法好好休息。我们中国籍劳工是在这个公司里边是待遇是最低等的，这个每次的一些薪资问题了什么都是中国劳工除外的。我们要求的就是公平、公正对待，大家同工同酬，这样总可以。罢工事件在新加坡引起了轩然大波，有新加坡民众不满罢工事件影响了乘客的出行，但也不乏对中国籍司机表示理解的民众。When foreigners come to Singapore and work, they are told by their employers what they can do and what they cannot do, but the law is not really made in black and white to them. In fact, I mean, we as a general public, we don't think that we don't see it as a right or wrong kind of thing, but rather it's more of like we don't target any specific nationality, but rather the workers' condition. I think that is really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 mean,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must look at the point whereby SMRT, did they even address the concern of the workers lah? So I think maybe the communication one is quite important. So maybe there's some lack of communication that caused this misunderstanding whereby the PRC drivers, they have to go on strike to voice out. In a way, they want to voice out their opinions. 有分析人士指出 ，SMRT 并非歧视中国籍司机，而是在沟通上犯了愚蠢的错误。SMRT 管理层在加薪通知单上公然列明中国籍服务车长例外，很容易让人误解并受到刺激，更让人难以接受。对于这种东西，我觉得其实是一件有一点歧视的感觉。我相信每一个国人看到这种东西，一定都会感到十分的气愤。那么对于那些车长，也一定是这样。我觉得不应该以国籍来划分，你可以在后面说，短期工不会涨工资，或者短期工涨得少一点，但是你不能说中国籍的不应该涨工资，马来西亚籍的就应该涨工资。我觉得这是带有一种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歧视。措辞不当，加上平时缺乏与中国籍司机们的沟通，终于成了罢工事件的导火索。罢工事件发生之后 ，SMRT 承诺改善与中国籍司机的沟通方式与住宿安排，计划今后与中国籍司机展开专门的对话，并将从明年年初起为中国籍司机安排新的住宿，如政府组屋或公寓单位。SMRT 发言人表示，中国籍司机与其他国籍司机的雇佣条件不一样，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籍司机属于永久雇佣员工，而中国籍司机签的是为期2年的合约，条件包括由公司提供住宿。中国籍司机的住宿加上水电费每月275新元，折合人民币1406元。马来西亚籍司机则没有住宿安排。
虽然合约上并未注明要为中国籍司机加薪，但公司已经在今年7月为他们加薪75新元，折合人民币383元，并在罢工事件发生的前一周再次加薪25新元，折合人民币128元。新加坡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表示，虽然巴士司机有不满，他们的行为却影响了公共交通服务，这是无法接受的。So by taking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the drivers have clearly crossed the line. We have zero tolerance for such unlawful action because disrupted essential services, I think, affect not only the workers in the industry, but affect the lives of all Singaporeans and everyone in the community. 中国网民也在广泛讨论这个事件，许多人甚至指责新加坡政府歧视中国劳工。但作为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法律在新加坡毕竟不是摆设，触犯了法律就得受到制裁。与其批评新加坡法律太严，不如反思一下，劳务输出企业在向海外输送中国劳动力之前，是否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对中国劳工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是否做到位了呢？是否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到达国的相关情况？是否教会了他们遇到劳资纠纷时应当采取何种方式正当维权？在签订合约的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合约当中一定要明确的指出，在工作期间有没有薪酬调整的可能？如果有可能的话，幅度和频率是怎么样的？然后住宿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不能只是给出说每个月会给多少的住房补贴，而是要明确的指出住房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是个什么样的条件，多少人一个房间，然后是什么样的房间。这一块我认为是在尤其是这种跨国的劳工输出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部分。外国的环境和国内差异很大，处理问题的方式也需要做出调整。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选择以极端的方式来维权，无疑是不明智之举。我觉得首先那些巴士司机不远万里的从中国来到这里工作，我觉得他们的权益应该被保护，毕竟他们为当地的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们应该更多的了解当地的法律，用合法的一些途径来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么遇到劳资纠纷时，中国劳工可以走哪些正当途径来解决问题呢？据了解，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目前有14万会员是外籍劳工。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另一个交通集团新运捷的大部分中国籍司机都已经加入了工会，但 SMRT 的大部分中国籍司机都还未加入工会。由于 SMRT 的许多中国籍巴士司机都不是全国职工总会下属的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会员，因此工会在法律上也没有权利代表他们说话，工会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在新加坡工作的外籍劳工如遇到劳资纠纷等问题，也可以向新加坡人力部、新加坡外籍劳工中心等多个机构求助。新加坡外籍劳工中心在过去的3年内，平均每年帮助了约1500名外劳解决劳资问题。记者在翻阅新加坡人力部发给外籍劳工的《外籍工人指南》这本小册子时发现，里面已经通过中英泰印尼和孟加拉6种文字阐明了外籍劳工的权益及义务，遇到雇佣问题时可以使用的申诉渠道，以及各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的联系方式等等资讯。当然，若是通过上述途径无法解决劳资纠纷，别忘了还可以向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求助。中国籍巴士司机新加坡罢工事件映射出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值得多方反思。近日，新加坡交通部长吕德耀表示，当公共交通车资在明年初进行调整时，当局将把司机的薪金考虑在内，这随即引发了钱从哪里来的大讨论。在过去的1年内 ，SMRT 因为地铁故障频发等原因，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许多新加坡民众认为，作为一家提供基础服务的上市公司 ，SMRT 必须在兼顾社会责任和盈利的同时，要分清主次，更不应在其高层享受着高薪待遇的同时，将成本转嫁给乘客。